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来和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以卯兔为首的3支主流队伍。不过今天只会集中介绍其中1支队伍，其他2支队伍只会很快的带过一遍，因为队员其实都差不多，基本都是女团的底子。第一套队伍就是之前曾经介绍过的郭家后宫队，详细的可以到这支影片里去看，不过那是在卯兔上线前的队伍。卯兔上线后 ，SP 郭家的站位就改成了站1号位吃卯兔的闪避，羁绊也改回了用荀彧羁绊。有了助战卯兔提供的闪避 ，SP 郭家就可以稳定的激活反射伤害。反射可以让郭家在成功闪避后回血，也会对攻击方造成真实伤害。郭家后宫队是一支以控制为主的队伍，所以要重点培养异常命中，如果有能力，就连闪避也可以一起提升。这2个属性将会决定郭家后宫队的强度，也因此战斗技能也必须携带上古神器。接下来的2支队伍，队员其实是一样的，差别只在于站1号位的武将是谁而已。如果玩的是兔吕辽，那么1号位站的就是 SP 吕布。善灵则推荐使用灵灵，最高攻给 SP 张辽。使用梅灵，让 SP 吕布成为最高攻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这样做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弱点。因为你的对手只要使用伏牛主战，让最高攻的一列换位，那么从第3回合开始 ，SP 吕布就会因为被换位而吃不到卯兔的闪避了。不过，只要兔吕辽不成为主流队伍，就不会有人使用伏牛主战来搞针对，所以现在要使用梅灵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最后一支是今天要介绍的队伍，是由团内大佬所开发的飞疗箱，1号位使用的是我们的飞哥。不过要留意的是，这次 SP 张飞使用的是刘备羁绊，而不是关羽羁绊。刘备羁绊的张飞其实是专门用来打火烧队或者控制型队伍用的，同时它也会是下一个 SP 孙策版本用来打火烧内战的重要武将。只要是用来打火烧的张飞，使用的都是刘备羁绊。刘备羁绊的 SP 张飞特点就在于它拥有很强的转移负面状态能力，灼烧也属于负面状态，这就是为何 SP 张飞能用来打火烧的原因，因为它能把灼烧状态丢还给对面。另外 SP 张飞的怒攻是在眩晕状态下也能出手的，这就让他拥有了很强的对抗眩晕能力，所以也不怕火毒队，甚至是 SP 孙策的眩晕。被眩晕对 SP 张飞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，因为他能把眩晕丢回给对面，当成控制去反控对手。若 SP 张飞在释放怒攻转移负面状态时，包含了眩晕状态在内，他还可以获得1点龙魂值，并使敌方前排获得暗焰的负面状态。暗焰会使目标在受到普攻和怒攻暴击时，也对其他同样拥有暗焰的同阵营武将造成 SP 张飞最大生命 10% 的伤害。SP 张飞在发动战力换位时，会让后排武将也获得前排武将的负面状态，所以暗焰是有机会被传染到后排武将身上的，只是这会需要一点时间。火烧队基本由吴国所组成，若全员都染上了暗焰，只要一位吴国武将被暴击，其他吴国武将都会受到暗焰的真实伤害。SP 张飞的3火被动，让 SP 张飞可以记录战斗中受到的异常状态伤害，并让己方武将在每回合首次普攻时，附带此伤害总量的 30% 伤害。这又是一个可以用来打火烧队的能力，因为能造成高异常伤害的队伍，就只有火烧或火毒队了。SP 张飞可以利用记录异常伤害的能力，把受到的灼烧伤害透过己方武将的普攻来还回给对面的武将。最后是 SP 张飞的5火被动， SP 张飞在狂暴状态并且生命高于 50% 的情况下，是可以为相邻武将承受负面状态的，这就意味着他有能力为相邻武将承受灼烧状态。有了5火被动， SP 张飞就可以保护相邻的队友，减少他们受到的灼烧伤害，并且在与3火的记录异常伤害和怒攻的转移负面状态配合， SP 张飞就可以将大量的灼烧状态丢回给对面的武将。
自身所承受的大量灼烧伤害，也可以化为队友普攻的伤害，真是一举三得。刘备羁绊的 SP 张飞拥有很高的自我叠护盾能力，所以也很容易激活满血满龙魂复活的能力，这也让他更有本钱去承受异常状态伤害。这些都是刘备羁绊 SP 张飞的能力。不过和关羽羁绊的 SP 张飞相比，刘备羁绊的 SP 张飞在增伤和输出能力都会比较低，所以这支队伍的主要输出点还是 SP 张辽和 SP 孙尚香。其他队员的能力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，都是些老熟人了。SP 张辽是队里的义工吃白虎的回怒增伤，负责输出和为队伍提供格挡率、龙魂减伤和暴击减伤。SP 孙尚香负责收割残血，兼为队里的女性武将提供回血和回怒支援。诸葛果负责控怒和回怒，是队里的核心怒气循环。蔡文姬负责回血和提供3次免死。鲁肃负责提供分摊伤害减伤和回血，羁绊的能力也可以提升吴国和蜀国武将回怒的速度。这支队伍里刚好就有2无2属。战魂战灵方面， SP 张飞带弱点瑶光， SP 张辽带长驱瑶光， SP 孙尚香带长驱瑶光或弱点瑶光都可以。现在有了助战卯兔加持后，简易会上的非常快。助战兔子每次出手都可以直接为敌方全体挂上3个简易，所以基本不用担心带弱点瑶光时对面会缺乏简易状态。诸葛果、鲁肃和蔡文姬都带怒焰瑶光来减怒。有了鲁肃的分摊伤害，就不必担心蔡文姬会直接暴毙，所以也减少了蔡文姬带连携舞曲的必要性。但如果你没有3个怒焰瑶光，那么也可以让蔡文姬或诸葛果来带连携舞曲的。站位方面， SP 张飞站1号位吃卯兔的闪避，只要飞鸽不死，张辽就不会现形。这支队伍和兔吕辽一样有双保险，1号位张飞可以靠闪避来生存，3号的孙尚香也可以隐身。后排站位，唯一的男性武将鲁肃要站6号位 SP 孙尚香的身后。因为他吃不到所有和女性相关的加成，所以最好一开始就躲在能隐身、不会被攻击的孙尚香同列。5号位是诸葛果的，这个位置算是后排最高危的一个站位了，因为第1回合对面第3列的攻击全会打在这一列上。这也是为何推荐给诸葛果优先带连携舞曲的原因。4号位站蔡文姬，现在 SP 张辽已经很少站第1列。所以意外的这一列现在才是蔡文姬最安全的站位。蔡文姬站4号位，也可以尽力保护诸葛果不死。直到 SP 张辽也进入隐身状态后，蔡文姬这一列才会危险。以上就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助战兔子队伍，这3支队伍都可以用，主要还是看你抽了哪一支 SP 武将。如果你跳过了 SP 吕布，也跳过了 SP 郭嘉，那么只有 SP 张飞也是可以用的，所以卯兔队也算是非常百搭了。如果你连 SP 张飞也没有，你也可以使用诸葛果和曹丕所组成的控怒流女团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